天地降下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淬炼眼前。几十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漩涡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柔淡雨滂沱天地间。赴约最远，弹指间爱配花纹。追爱无缘，惹不来一双射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你看我们如今哪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，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司马师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鸳鸯灵山之火。哦，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两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，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，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，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！不是！死了！现如今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鄂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
他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他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 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 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看，吓成这样。 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 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。 骨珠结灵花，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 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 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，
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进入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。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火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诗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封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8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诗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诗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
那我们就从诗仙侣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诗仙侣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。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，他出山的时候那么嚣张，我要离职了，大家找我泄愤怎么办？而且师祖他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吧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那么多次，再说我还要靠他给我镇痛呢。我还是先不要想离职的事儿了。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好。拜见师祖。师祖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开始吧。这就是修仙世界的比武啊！先做做样子吧，拖延下时间。好，等主事的长辈来。师祖，师祖，今日怎么会有如此雅兴来看弟子们死斗啊？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，也配叫死斗？师祖，容我多一嘴。台上的那2位，一位是出自于天之宫，一位是来自于日之宫。2位都是各个公主煞费苦心才培育出来的优秀弟子啊，伤了谁都不合适。能不能看在施家人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一马呀？放过他们？死斗为的就是让弟子在生死之间提升修为。如今各大宫绵延势力，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都不管了吗？师掌门亦认可此举？
竟然还有这种传统。既然师祖发话了，你们便认真死斗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就是，滥杀无辜，有违道义。我们比试是为了互相切磋，提升修为，为什么非要赌上性命？就是啊，这不是你们八大宫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现在反倒说别人是恶人。你们说我有违道义，滥杀无辜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道义值几斤几两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血凝花。当真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凝花吗？今日在场的每一位弟子，谁要是能赢够20场死斗，便能获得一片凤山血凝花花瓣。师弟，得罪了。师兄，你那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血凝花可长1000年修为。我们修道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就为一片花瓣争得你死我活，八大宫的公主们对此也无动于衷，就这么冷眼旁观吗？这些弟子都疯了吗？不过是比试，他们怎么自相残杀？跟刚才客客气气的完全是两拨人。本就是人面狼心，如今图穷匕见罢了。师掌门，师祖是想将我们培养的优秀弟子全部杀了吗？其实这也不能算是师祖所为，是那些弟子贪婪罢了。哎，死的是我的弟子，你当然在这儿说风凉话了。石公主，稍安勿躁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初一个小小的孩童，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今日的死斗，只怕是师祖给诸位的一个警告啊！师掌门，你是八宫之首，又是师祖的心腹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再这么放纵下去啊！师掌门，我们可都仰仗你了。好，诸位放心，师某定当会全力的安抚。只是师祖刚刚出山，气还在头上，只要他做事不太过分，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师祖，今日您拿出来那血凝花，他们似乎很想要。可是您不是说过，血凝花需要您的血才能用吗？否则人就会炸掉。可是今天那些人，他们都没喝过您的血，就算得了血凝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血，是凤山一族的血。凤山一族不是只剩下您了吗？是啊，司马氏的人
死后只剩下一颗骨珠，尸体却留不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司马氏的血肉都是能增进修为的良药，会被庚辰仙府那些家族分割。照今日这些人敢抢夺血凝花的行径来看，在场的弟子都曾喝过我司马氏族人的血。受不了了。这魔域间隙倒是比仙府许多人正派，稀奇的很。算了，管他是哪里的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有违道义，血凝花和张千年修为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琰廖廷琰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，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体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
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人有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父亲，我听说司马昭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，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昭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，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两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至多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昭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8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昭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8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昭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诗千缕和8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诗千缕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8大宫内有诗千缕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诗千缕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诗氏看管，看来诗千缕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。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，诗千缕也太可恶了。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诗千缕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昭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
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，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，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，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，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彦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啊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秋风萧瑟，星月斑驳，染指这深深的寂寞。烛光微弱，人影婆娑，黑夜里闪烁。用笔勾勒光的颜色，温暖你冰冷的魂魄。回忆停泊，思念铭刻。却无法触摸，寻着沙砾的脉络，化身为灵火，燃尽这所有的因果。